先恭喜导演，你的全新的剧情长片《人生海海》在马来西亚正式上映了。是。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它讲的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真实的生活，我们就要去担心说，会不会能够在马来西亚上映？它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现象，就表示说我们在创作反而会避开真实，因为你谈真实的东西，可能会不小心的就踩到线。其实，在这个世代以前的人，他们是很难相信，用所谓的人民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的。整个紧急法令啊，什么这些都不能谈了嘛，这些历史都不能谈，所以变得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会常跟我说一些，他们以前我的祖先啊，他们对一些政府的机构或者是政策，他们都有一些焦虑，无形中的焦虑。我们很多时候看报纸，面临很多短时间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很多的社会的伤痛，我们安个安地就讲没办法了，就这样咯，还要怎样？是，它其实是一种我们老百姓的智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公开透明的制度去真正的去讨论 justice。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今天呢，有2位来宾来到我们自由时事当中啊。我先欢迎2位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克发。Hello， 大家好，我是废扁吕阳。OK， 好，那其实呢，怎么了吗，导演？没有，我只是看他一眼。对，我觉得这个导演跟演员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工作的默契，有的时候也不是外人完全能够参透的啊。好，这一次其实导演先恭喜导演，你的全新的剧情长片《人生海海》在马来西亚正式上映了。是，好，那我昨天也去看了啊。然后呢，这一部电影其实蛮特别的，它能够上映，我其实也蛮惊讶。而且我昨天看完之后，我还在想说，这真的是能够上的吗？但是它确实已经是在电影院里面上映了但无论如何，这部电影呢，它挨了6刀，被剪了6刀。然后呢，这6刀剪得非常的明显导演很像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剪辑的手法，就是让人看得出剪辑。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聊那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它的剧情。其实我觉得剧情它是非常鲜活的，曾经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故事。那它是一个宗教局抢尸案那剧情里面就描述一个华人家庭的爸爸过世之后呢，宗教局突然间就找上门，然后就说死者的生前呢已经进回教了已经进了伊斯兰教，而且必须要把他带走，把尸体带走。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穆斯林他们在过世之后呢，他们是要立刻的下葬的。那么这样子很突如其来的一个荒谬的这个变故呢，让这个家庭呢就陷入了混乱。那这个家庭里面的3兄妹里面的2位兄弟呢，他们就决定要去夺回或者是偷回这个尸体，然后就上演了这个半夜勇闯穆斯林公墓的一个荒谬的剧码。我昨天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的感触，然后我就决定说，今天本来已经铺排好要问导演的问题全部删掉要来重新的来思考今天要聊些什么但是刚刚又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又觉得说这一部电影能够在马来西亚拍，还有我们马来西亚的优秀的演员可以参与到这样子有带一点敏感色彩的电影，我觉得真的是走到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是真的是进步了吗？我们的电影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反映出时事课题，然后从用电影的方式让我们大家去思考这个国家可以往哪个方向去进步我们先来自我介绍，因为我相信其实在我们的同温层里面，大家对导演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呢，非同温层的朋友他可能对导演还不认识，所以想请导演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那我是克发。那《人生海海》是我的第2部剧情长片，我的第1部剧情长片是《菠萝蜜》。那在那之前，其实我更多时间也在拍摄不同的纪录片。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这次很庆幸，因为他挨了6刀能够上映。可是其实当我在写这个故事的剧本的时候，我没有很有信心跟把握说它可以上映。
所以其实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是觉得它没办法上映的，但没上映不代表它不能拍，拍了放在那边，马来西亚人可能是很多年后才发现它，也是好的这件事。那后来其实可以上映。那如果相较于我的上一部片，我是挨了20多刀，然后后来上一部片其实是就不能播禁片。那更早的时候，我的纪录片其实很多都没有办法通过电检。可是其实我不是为了要故意冲撞电检而拍这些故事。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像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不急不离》，我拍的是关于我的祖父。那只是因为我祖父当年他是参加马共，那因为我想认识我的祖父，结果那个他就被列为是禁片，而是只是因为我想知道我的家人是谁，我想知道我的家族史。然后你就发现，就不小心就踩过了线。事实上，导演，你提到家人是谁，跟你的家族史，其实你是马来西亚人，对，你是霹雳州人，霹雳，然后我是 Perak， 然后我是 Stai 人，然后我的阿公其实当年就是在 Stai 生活，我阿嬷阿公都在 Stai， 然后我在 Stai 一直生长，童年我都是在 Stai。我相信我这个 generation 的人很多就港崩记忆，我在橡胶林里面长大，我身边其实房子没有什么房子，没有邻居。都是橡胶林。那其实我小时候，我知道我阿嬷就藏了一张画像，一个男人的画像。那我其实从小是不知道我阿公是谁的，只是到了清明的时候，我阿嬷会拿那个这个男人的画像，以前他是藏在那个灶里面，煮饭的那个灶里面。然后清明节他会把这个像拿出来，然后就跟我说：“你要拜这个人。”然后他也不叫我说：“你要叫他阿公。”其实所以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陌生人，然后我要拜他。可是到了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我爸妈才跟我说：“这个人是你的阿公。”可是这个阿公是神秘的阿公，你不能公开讲他。那我是因为拍了第一部纪录片找我这个家人，后来其实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马来西亚有电检，OK， 然后有审查内容这件事情。是，那导演你是来自霹雳州，后来你就到台湾去念书，然后在台湾发展。我是在台湾到小学的年纪，然后到 JB 念小学、中学。那我第一份大学文凭其实是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念的，是念企业管理。然后当了3年小学老师，然后再去台湾念电影。OK， 蛮辗转的，对。OK， 然后后来现在就是在台湾稳定的发展。对，但是呢，其实，在你的作品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你心心念念马来西亚的局势也好，或者是你透过你的电影在讲马来西亚的故事啊。然后你刚才提到新加坡，你在新加坡有念过书，有工作过。你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这个爸爸带着孩子过新加坡的海关，对 custom， 然后去过海关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走私一些香烟啊产品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叫孩子在车里面装睡。这个是你自己亲身的经历跟故事是吗？走私的经历是真的，就是爸爸会带着我走私，然后因为带着小朋友比较不会被警察怀疑，所以警察有时候就会问我说：“你就用英语问说 Where are you going？ 你们要去哪里？什么？”那我就要编故事说：“我们要去新加坡动物园啊，我们在新加坡有亲戚啊，或者新加坡有什么 event 或 party 我们要去。”所以其实小时候这个就是我的亲身经历。那但是当时的我是作为一个小朋友，我是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而且我会抱怨说为什么别人的小孩不用做，但是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东西？所以你这次这部电影好像有很多都是真实的人生把它拼凑在一起，包括你自己人生的故事，还有这一个主要的这个故事的里头里一个线条，就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宗教局抢尸体，这个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他那个抢尸体是我取材自报纸上以及填调的部分，我家族其实没有发生过所谓的抢尸体这个案件。对，是马来西亚各个不同的角落发生的事情，然后成就了这部电影。但是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它讲的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真实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在去描述真实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再去讲一个真实生活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担心说，
会不会能够在马来西亚上映？这个其实也是，它说明了一个很有趣以及很吊诡的现象。是，主持人讲得很好，它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现象，就表示说我们在创作反而会避开真实，因为你谈真实的东西，可能会不小心的就踩到线。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到底多相信创作上、媒体、影像上的东西？因为好像变得其实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共识，影像上的不是真的，但我们平时生活经验的才是真的。是，好，那其实这部电影当初有这样子的担忧，也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马来西亚杰出的导演，从我们以前从蔡明亮的时代，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电影是完全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上映，所以给大家留下这样子的印象。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演员要去思考说我要不要演这部电影的时候 ，Fabian， 你当初没有挣扎过吗？他们来找你的时候。如果我讲没有的话，是一个谎言来的，是肯定有的，是肯定有的。然后，其实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我内心也是真的还会恐慌一下。OK， 可是我觉得恐慌的生活是一种态度吧，就是可能你对于你的身边的事或人都有一种恐慌。所以我觉得也借助这个电影，这样子的课题，这样子的氛围，然后自己也去了解一下，其实这恐慌从哪里来。那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是恐慌，就是我们撇开人生海里面的情节，但是这恐慌其实在很多部分都会有产生的。这样子我们要去正视恐慌吗？我们要去面对它吗？还是我们一直要逃避它？所以后来我自己也就是内心也整理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说，其实这个创作的企图心比故事的情节还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企图心是往好的方面想吗？还是往不好的方面想？然后我觉得人生还是往一个，就是对这个集体有一种博爱的一种精神啊，这是我从导演的写作当中跟他的画面都感受得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恐慌，可能是自己多想的吧。然后如果面对了之后，可能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啦。人生海海里面，其实你饰演的是这个弟弟的角色嘛，对不对？然后你的个性是比较冲的，然后你有去参加 Bersih 的游行，很多人在看到 Bersih 的游行的那个场景的时候，都反映说哇，大家很有共感，因为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可能也都去参加过这一场游行。导演，你把这场游行放在这个电影里面，你当初是怎么思考的呢？其实我把这个 Bersih 放进去，某方面是呈现这个家族里面，尤其是三兄妹嘛，他们三个其实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想象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尤其是 Bersih 的世代 ，Bersih 后的世代，才比较有能力想象说，我们上街头，我们用某种公民力量。可以要求政府做一些改变，可是其实在这个世代以前的人，是他们是很难相信，用所谓的人民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的。其实它就产生了一个家庭里面会有不同世代的价值观。其实马来西亚更早是有一些公民的，但是因为整个紧急法令啊什么这些都不能谈了嘛，这些历史都不能谈，所以变得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这样子一个家庭里面，有些人对国家想象不一样，对公民力量想象不一样，然后跟旧世代有一点冲突。其实这个不是只是马来西亚的特例，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亚洲近年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街头运动，香港、台湾，所以其实每个家庭里面都出现类似的这种不同世代，然后对政治、对公民、对社会的想象不一样，甚至会有一些冲突。那我只是想呈现出这个多面向。OK， 对，其实 Fabian 我觉得你演这个弟弟演得非常的出神入化，然后谢谢。我觉得其实 Fabian 他就是代表着一群对这个国家比较理想派的那个想象，对不对？然后哥哥可能就是比较务实一点，不能说他懦弱，就是他就是比较务实，他就觉得，而且他都已经在台湾工作了嘛，他只是偶尔回来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在要演出这个弟弟的时候，你在思考自己的角色，然后你给自己定位自己的角色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个性，然后你是怎么样子去找到这个角色的个性呢？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导演的引导，因为其实我刚刚认识导演的时候，我们的合作的模式其实并没有在本上，就导演都会跟我聊天，然后慢慢，然后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觉得这故事里面情节对我本身的成长其实不陌生。就是你自己的个性跟这个人物其实接近吗？我没有像他那么勇敢。 OK 呀，我应该都很多东西都不敢说，在我的人就是我的，你比较像那个哥哥那样是吧？比较像哥哥呀，因为就是有一种感觉，想说，就是我们对生存的这种的态度啊，就是你是勇敢的还是你比较务实的？你刚刚有说到，我在就是在拿捏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通常是以我跟哥哥的这一个关系为主。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共同有一个爸爸嘛，但是我们两个人对爸爸的看法很不一样。然后在这个不一样的冲突上，其实我们有一些点是可以合的，但是又沟通上又好像有一种撞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说两个男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有一种 ego， 然后说不出的痛吧。我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了。那导演，其实你在写这些人物跟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你观察非常细腻，你包括了像是哥哥在台湾工作，其实这个电影他一开场第一幕就是他是一个移民理财专员嘛，然后他在辅导一对夫妻，台湾的夫妻要移民到国外去。我觉得那个很有趣，还包括了像是里面有一幕是讲到了说东南亚人在台湾不能够捐血，是那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是这个真的是在台湾现在还有，真的很难想象还有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有经历过，在我学生时代，然后居留证，然后他就不让我捐血嘛，他说不能捐。当然其实你跳开来想，它是因为公共卫生的关系，各个国家打的疫苗不一样，所以他们有必要的做一些措施。那其实你说今天它是不是有还有这个制度？其实因为在台湾捐血是以基金会、民间基金会，那每个基金会有自己的要求，他们会定自己的规定。那当然有比较进步的是，现在在台湾居住1个月就能捐，有一度是3年后才能捐啊。那也有一些其实也有其他不同的歧视，例如说同志不能捐，也有这样子的。对啊，那我只是问说，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能把它拍出来，我们讨论。因为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嘛。那制度性的问题本来就应该可以拍电影、拍讨论，然后去探问嘛。那当然，其实骗子当时在台湾是有一些人是感觉到不高兴的。OK， 他们会说：“台湾没有那么歧视外国人。” OK， 但我说：“真的吗？我们可不可以想想看？真的吗？真的没有吗？那最近那个印度移工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是啊，就是因为最近说要引入移工嘛，结果很多刻板印象就出来。对，我觉得有一些隐性的东西，有一种隐性的优越感。可是不太可能我比较尖锐的在片子里面讨论了，所以就会有些人觉得被冒犯。可是我希望被冒犯的人，请想想为什么你会觉得被冒犯。是。那导演，你其实，在你的电影里面，你去讨论这些歧视也好，或者社会现象也好，其实这部电影，你其实人生海涵，你最想要告诉大家什么？我想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说，因为像阿耀这个人的身份，他很多时候他会想说自己到底属于哪里，他的自己到底归属在哪个地方。是，其实我的整个生命经验很常会这样，就是我在想，到底自己属于哪里？那这个属于哪里比较具体，可以说是家在哪里？但我们想一个家，是不是一定它要是一个像过去的比较老一代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根嘛，你来自哪里，根源你来自哪里？但后来我们说，我们已经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它变成是你所土生土长的地方。那我们可不可以往前再想说，是不是可以是这个人他可以找到一个把自己活得最实现自己的地方，把自己活得最漂亮的地方。OK 它不一定是一个地方。你老实说，像我虽然 base 在台北，可是我很长时间拍马来西亚的纪录片。我必须说，当我的第一部纪录片被禁的时候，要不是因为我 base 在台北，
你不会有这样的生活条件继续活得下去。首先他要活得下去，然后你才有勇气说我再拍第2部，我再拍第3部。那我虽然在台湾，可是我做的是很多内容是关于马来西亚的，所以某方面我觉得我好像跟我爸爸没有那么距离远。你知道他是香烟的走私客，可是我是文化的走私客。因为我拍的片是被禁的嘛，但是我把这些电影走私回来啊，然后我鼓励这些电影被走私回来啊。OK， 现在不用走私了，对啊，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上。其实你在当下，当你们得知说这部电影，这个问题，两位可能都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当得知这部电影可以在马来西亚正式上映的时候，你们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当我处理我的恐惧之后，我很希望我的爸爸会去看，或者是我爸爸会带着他一些朋友去看。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会常跟我说一些他们以前我的祖先啊，我的做工按抓鬼来，然后也会常说看到我就是我上一代的长辈们，他们对一些政府的机构或者是政策，他们都有一些焦虑。无形中的焦虑，然后我觉得在电影里面，他其实有把这些焦虑都有一个形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感受到，所以我觉得说，想说让他们去经历一下，因为可能当时候的情形是他们都忙着要生存嘛，就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希望说可以借助这个电影，可以让他们去看一下。了解呀，导演呢？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吗？怎么可能？我是很惊讶的，就是怎么可能？而且其实那6刀，因为我们本身也会想象说哪几场戏可能很危险，就是可能会挨刀。结果那6刀下来，我们本来很紧张的没有问题，结果有些我们没想到的地方反而挨刀。但我必须说我是高兴而且感谢的，就是跟上一部相比，它只有6刀，而且能够跟观众见面。不管就是怎样，你觉得就可以上它，首先就是可以跟观众对话了，不管是喜欢或不喜欢，或者觉得被冒犯都好，但至少它可以展开一些可能性。好，这次导演的《人生海海》这部电影，我觉得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说呢，这是一部意义非凡的电影啊。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时间的跨度，真的是应该有超过100年吧？对，然后在里面我们有看到现在的马来西亚，10多年前 Bersen 那个时代的马来西亚，还有最远去到1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中国福建下南洋的那一段，你也拍出来了。然后我想请问导演，这个时间跨度这么长，难度也应该变得比较高了吧？会吗？是，它整个因为时间跨度大嘛，你要的场景也变得比较多，演员也要多，所以整个预算它必定会变得膨胀，会比较大。可是我写剧本的时候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我就是想写一个家庭它的路径，就是从一开始怎么样路径来到这里。那而且因为这个路径它才有一个时间的累积。我很常之前有分享，就是我们不住在历史里面，我们已经没有住在过去里面。We don't live in past, but the past live within us。就是过去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确还传承，就是我们会听阿公讲，听爸爸妈妈讲，这个过去其实是影响着我们的。那我想呈现这个东西。我看到那个坐船过来，过去祖先啊，或者是长一辈的人坐船过来，在船上吐啊、生病啊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是鸡皮疙瘩。因为我印象当中，我的阿公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到在电影的荧幕上面出现的时候，然后导演你用的这个手法可不可以聊一下？我觉得很有趣，那个很像是从人的这个目光看出去，就是很真实的在经历的那个场景的视角，就像一个见证者嘛，就好像在现场的见证者看着这件事。对，其实我本来有一个更大的企图心，因为其实100年前我们下南洋的人。更多的一种歧视是因为一下船，其实马上要检疫你有没有染疫，因为当时是英殖民，你必须要消毒，然后你必须要就是涂消毒粉啊什么的，然后你还要被扣留多少天，然后你才能离开，但是那个又会。那个是很大的预算才能做的东西。我们要想象那个年代的人来到这里，他完全听不懂英语的。
然后他面对这些官方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要被一群人关着14天，然后在你身上涂粉，然后面对，但那个其实是更接近我们因殖民时期移民来的人，你要面对官方。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官方，像飞边刚刚讲长辈的人，对于官方，对于文字能力、语言能力的人是有一种害怕的，因为这些人可以决定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对他们的语言不能掌握，没办法沟通，这种恐惧其实是影响，尤其是我们长辈啊、老一辈非常深的。导演，我想要问你啊，就是因为你里面其中的故事就是说，这个爸爸他过世是因为他为了挂国旗嘛，对，然后不小心失足，然后掉到楼下，然后死掉，对。所以你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那个国旗倒挂的事情发生了吗？我写的时候还没发生。OK， 后来拍了以后发生，是，而且是拍完之后才发生。对，所以你不是故意要在不是那个因为倒挂事件，倒挂事件不是在暗喻那件事情，不是暗喻那件事情。 OK， 但是我有一种暗喻是，就是你看其实他们都跟国旗国家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但是那个倒挂是后来的事情。对，OK， 好，就好巧不巧，然后就对，因为国旗。飞边就知道嘛，对不对？这个在现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当中，也成为一个让大家觉得说不出来的一种很矛盾的情感在那边。那飞边，我想要了解你在演出去公墓要去投尸体的那一幕，因为听说其实那一幕不是很好拍，而且很像有一些灵异现象，是吗？灵异我本身就没有遇到啦。OK， 幸好我的运气比较高啦。我也不想遇到啦。其实我觉得蛮惊讶，就是因为那天我记得我知道要去那边拍，然后心里面还是觉得说，OK 吗？就是我们始终还有一种就是思考，就是说真的是 OK 吗？然后结果后来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整个氛围，包括那个在manage 那个坟墓的人，那个 management 跟他也是请了一个 Ustaz 也是来嘛，他帮我们念经什么，他们还蛮欢迎我们在那边拍。OK， 然后所以真的是跑去公墓那边去拍。是，但是那个挖的就不是他们真正的公墓，那个挖的那部分，但是其他的都是在那边拍。OK。就我会反思，就觉得说，可能那个恐惧真的是我们自己单方面的吧。就可能对方也其实也还好。OK， 其实我后面有一点点没有看懂，就是到底爸爸的那个尸体是真的是抢到了吗？还是不见了？应该是他们两个有抢到，然后他们把它弄不见了。OK，但他们后来好像也算了，对吧？就是反正不见了就这样。其实这一段他要呈现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么辛苦的把尸体挖出来，然后抢到了，然后后面又有追兵，然后他们两个人又努力的在逃走，然后后来那个尸体又不见了，然后他们也就这样子算了吗？因为对我来说啦，我在想说这两兄弟其实他们一开始所谓的要去把这个尸体抢回来，他们也没有太认真。OK，因为他们两个也是不喜欢跟爸爸有很多纠葛的儿子，我觉得他们是对于这个尸体被不公平的要去的愤怒多过于要把爸爸要回来。他们是要把这个情绪宣泄，就是对于这个体制怎么可以这样，他只是要证明给对方说，你把他抢走，我要把他抢回来。但是抢回来要干嘛？我觉得这两个兄弟没有真正认真去想。OK， 那而且它是就是一种，因为我有一幕戏是尸体就由不同年代的角色扛着他嘛。那具尸体在某个时刻，它化身成是一种unknown in the history。就是在这历史中，我们这100多年来非常多的历史中的无名者。然后这些人其实，我必须说，因为我拍纪录片，我见过很多这些人，这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这些幸存，有些幸存，有些不幸存嘛。也许我们期待他们要真的被记得是还要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要这些在片子里面这些不同的角色愿意要想办法记得他，就背着他这具尸体，其实是让这些人变成一家人嘛。以方大来讲，就是我们一个社群，
我们愿意要承担某种unknown 的 history， 还背负着它，我们想要记得它，它才让我们变成是一个社群。导演，其实你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的隐喻跟暗喻，其实是做的非常的明显的，我都不能说它是暗喻，你就是在隐喻，你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电影很喜欢用非常高深的手法，然后让人看不透，让人猜不透到底导演要说一些什么。你其实我看到你在一篇的报道里面，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其实是觉得说电影其实也很像没有必要搞成那样子，是吗？是，因为对我来说，艺术它不需要是精英。为什么艺术要那么的高深，那么的精英？我不觉得是那样，而且艺术不是只在美术馆里面。艺术也不是只在影展里面，其实对我来讲啦，讲故事的力量，人的样子，人的尊严，老实说，像我的片子，它这样的一个黑色幽默、黑色喜剧，然后用很诙谐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伤痛，我们其实你早上只要去狗鼻店，中午去狗鼻店或巴沙马兰。我们老百姓就是在做这件事，我们很多时候看报纸，面临很多即时没有办法、短时间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很多的社会的伤痛。我们安个安地就讲没办法啦，就这样啊，就这样咯，还要怎样？是，它其实是一种我们老百姓的智慧。那其实你说这个东西是乐观的吗？也不见得，它其实有点。以心理学来说，用幽默的方式讲自己的伤痛其实是一种 trauma。OK，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公开透明的制度去真正的去讨论 justice，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活得下去，我们就会想办法说用幽默的方式跟自己说，算了啦，就是这么好笑啦，这么荒谬，但是你要吞下去。它其实是我们长时间累积下来的某种。老百姓的民间智慧，其实艺术很大部分就是人怎么处理自己这些情绪，然后我怎么转换它，所以我从来就不觉得艺术应该要很精英，要服务某些比较精英的族群，我没有那么觉得。特别是在讨论马来西亚的，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自由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课题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很难得有讨论的机会，如果还没有办法被看懂的话，是蛮可惜的。是，而且因为这样讲有点多，但是其实老实说，所有亚洲国家，因为我们经历过很长的 Cold War 冷战时代，我们怎么想象艺术是因为 Cold War 的政策，因为很多东西不能讲，每个亚洲国家很多老百姓，其实老百姓是很爱讲故事的，是。在过去，老百姓路边很多表演、很多相声什么，其实他们也会调侃政治、调侃什么。可是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冷战，所以很多时候这种说故事的力量都被杀掉。所有的文化变成是精英的，变成是高档的，然后要跟西方连接的。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是 trauma 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来都不这么整理。然后作为媒体人，其实我们应该要对这个有意识。我们要试着慢慢去反正这个东西嘛，没有必要继续延续这个。是，好，导演，其实这一次你的演员的选择也蛮有趣的啊。只有菲比因为就是主要的角色，他就是他们的三兄妹里三姐弟里面，只有他一位是马来西亚人，另外2位都是台湾的演员嘛。所以菲比，你觉得他们2个马来西亚腔讲的怎么样？还算及格吗？在我的眼中是及格的，而且我觉得真的很好，因为如果说我要去饰演一个别的腔调，我可能办不到的。然后他们2个也真的有骗到我真的，而且他们还有学马来语是，我觉得马来语是一个，我觉得对台湾人没有接触过马来语，蛮难学上手的。导演，其实你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演员的选择？应该说这3位演员，你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你的思考是什么？我是那个不精英的代表，我是不精英的代表，不精英，不精英的代表。那个，因为雪珍，我跟他认识17年了，我很多片子都会邀请他参与。OK，然后俊展是我之前有导指导纪录片，我就开始认识他，更早的时候也有拍他。其实平时我就会留意一些演员，还有
潜力或者很有爆发力的演员，然后就会想跟这些演员合作。那他们两个是剧场出身，所以他们对于节奏的控制，对于整个语气尤其是对话的那个节奏的控制，他们是很厉害的。但是我希望他们这个组合里面有一个比较不控的因素啊，那个不控因素，所以我就找了飞边。哦 ，OK， 他就是属于那个有点，因为你太过有秩序，他会很呆板。他就是那只鲶鱼啦，对不对？他要打破那个节奏，然后他有制造一点点不安，然后让两个人有时候要去回应他，那你整个戏才会比较有，他们之间才会有发生一些火花，对。而且我觉得很写实，也是很典型的马来西亚家庭，然后兄弟姐妹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我对于雪珍嘛，她能够得到最佳女配角，我觉得她实至名归，因为她就是真的是把东南亚女性那种姐姐的角色，然后她要身段要。你知道他要穿梭在家里每个人之间，然后处理很多事情，那种大姐大的感觉，他真的是把他演得非常非常的好。是他，而且他花了时间去 Kopitiam 当实习，就是真的跟一个 Kopitiam 老板娘实习。他要揣摩这种，你知道那种 Kopitiam 安迪，他有一种犀利，他有一种狠，就是不要讲那么多啦。对对对，是导演，你是怎样子捕捉到这种东南亚女性，像马来西亚的这种女性的特质？因为我觉得她跟台湾跟其他地区的都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觉得其实东南亚人，我们除了幽默以外，其实我们是有一种蛮横的。有一种这种蛮横，你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力。就是我现在东西没有坏掉了，我要想办法过，我就硬要做啊，或者用很巧妙的方式。它某一种是一种狡猾，又有一种蛮横，但是台湾可能比较温和 ，OK， 比较礼貌他们比较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要来学一下，对 ，OK，是我在想说，导演你会不会当初在预估说到底哪一段会剪掉的时候，会不会预估说，姐姐那一段跟丈夫夜间的互动可能会剪掉，但后来又没有剪掉。对对对，他被留下来，这你会觉得惊讶吗？是我其实是蛮惊讶的，他能够留得下来，而且他才精彩嘛，整个嘉年华的荒谬才更有趣。对，就是那一段被剪掉的话就很可惜。是，很感谢他可以保留，而且他那个荒谬才保留下来。而且他是一个主动性的，因为他那个水云这个角色，他主动要求他的身体要什么，他把身体的主动性拿回来。是，但是很可惜，就是可能有些部分会有被剪掉。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导演他被剪就算了，他就是要剪到大家看不出来有被剪。但你们很像做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选择，是吗？是我们跟阿苏剪接讨论的时候，既然要剪，就是让观众去。因为 context 观众对，尤其是对马来西亚观众是很熟悉的嘛，我们就是希望观众能够看得出哪里被剪了，然后去怀疑那个剪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去试着指导。那个肥边可以谈那个口罩，就是有个地方是，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呢，是用就是国旗去，就是我们去偷视的那一个桥段。然后我们就在车里面就是在角色当中，他不是故意的要把国旗，就刚好也是国庆嘛，那个整个 sequence， 所以我们就把国旗就绑在我们自己脸上，我们就去要去抢尸，然后结果那边是不可以，就是要变成黑色的。OK， 后来所以不是重拍，是后来再重新就用一些特效方式把它变成黑色。OK， 那但是在台湾看到的版本，国外看到版本就是国旗。OK， 好，国旗在马来西亚还是比较敏感的啊。是，所以其实飞边你在经过这一次这样子的演出之后，你自己有变得比较勇敢一些吗？就是接下来如果以后还有这种敏感的题材再来找你的话，你会接吗？我会耶，因为我想说人生就那么一次嘛，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我自己啦也是一个演员，就是成长在这片土地，在马来西亚成长，在这个华社里面，在拱巴区慢慢的成长，其实我们累积很多恐惧，然后这些恐惧其实它是遮拦我们更好的 express 自己，跟更好的 connect with other people。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可以一一的都把这些恐惧，去正视这些恐惧，去慢慢的打破它，那我觉得
我的人生应该比较容易走一点。我下次打电话你要接哦。要应该 WhatsApp 我吧，WhatsApp 我吧。好，导演，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比较以马来西亚华人的视角去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海外的生活，和我们这个民族落地生根的过程，这个民族的悲情也好，这个民族的苦难、快乐，但是还是以华人的视角去看待，是。这个国家跟社会，有没有可能导演你有一天会拍，就是一个比较更多人能够共情的，比如说是大家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视角或者是跨越族群的，而不是单一的是华人的视角。你觉得这个会是在你未来创作的想象里面吗？其实我是有构想的，就是拍其他族群的，但是因为我是纪录片出身，我总是会提醒自己，除非你非常熟悉把握某些很细腻的情感，不然很容易掉入猎奇，很容易就你远距离的去想象。但是其实你说我对马来，尤其是马来族群的有些马来左翼的故事，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他马来怎么参加左翼跟回教冲突，但是就是有人会走上那条路。那其实虽然这个故事它比较从一个华裔家庭。可是，因为我们生长在马来西亚，我们都知道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华人是小偷、狡猾，然后印度人爱喝酒，然后马来人懒惰。虽然这是英殖民的刻板印象，然后后来延续到我们社会也有这种刻板印象。可是我们今天说政治正确，说我们把刻板印象消除掉，我不觉得那个是这样就消除的，而是我们要真的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华人是小偷跟狡猾。为什么马来人会懒惰？为什么印度人会喝酒？老实说，《人生海海》整部片像蛇一样，就是在告诉大家刻板印象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那其实我还蛮希望异族观众可以，其他种族马来种族观众、印度，他看一下，那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华人要试着做这些不诚实的事。OK， 就是希望其他的种族的朋友，马来人也好，印度朋友也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对，他们就会更了解华人，对他背后的辛酸或者他背后的苦是什么。但就算那个苦，我也不希望他是悲情的、苦情的。他其实还是一个，他们的那个狡猾是一个我们很想办法活下来的。然后偷吃布的一些方式。那如果我有机会，你说我要拍马来人为什么慢慢的有懒惰的这个刻板印象，我也很想拍啊。而且是让华人族群知道、了解说，他们经历什么，为什么慢慢走到这样子。其实 Fabian 你会觉得我们在生活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面，其实我们非常需要互信，也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有些政治人物，他可能给我感觉他也不太希望我们太团结。太互相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越是这样子，我们就必须要更多的去互相了解。你觉得呢？其实我一个小小的一个 opinion 啦，I don't know what it is, right？ 我觉得到最后大家也是一个资源上的一种的，就是资源的分配跟资源的保护嘛。就是一种权力的 leadership about power 嘛。但我觉得在这个途径当中，我们会就是我们百姓或者是领导人会难免会 distract 我们的 mind， 不去 focus on the right thing or the real thing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ll about land and resources, right? 所以我觉得说有可能一些课题我们聊，可能大家会在普通日常生活中会偏离课题，没有把正确的事情都把它谈掉，把它处理掉。是没错。其实我觉得说，马来西亚的各族人民可能都心里面有自己各自的委屈。华人就觉得说，可能制度性上面对我们有歧视、不公平。那马来人也常常抱怨说，为什么华人公司总是都要请会讲华语的人，那都不请不会讲华语的人。那印度朋友也会抱怨说，房子都不租给我们，要租个房子都很困难。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每个人生活都有他一定的难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就是把不同的难处让大家互相去体会？我觉得这个才是会让这国家很多的政客感到害怕的。就是当你们都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让这个国家继续更往进步的那个方向去走嘛。那
这次导演的电影能够在马来西亚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是一种的进步，因为这是过去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导演，你觉得这个进步够吗？你觉得说马来西亚，你会希望这个国家，Fabian也是可能可以来聊聊，就是你们会希望说未来的马来西亚，在你们想象当中，它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子的马来西亚？其实这个进步，当然对我个人而言，如果相比较我上一部片20多刀到6刀，它当然是一个进步的，对我个人而言。但因为我比较长时间是在台湾，那像我如果关注马来西亚的一些新闻，我还是也会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电影谈到，例如同志议题。或者几天前，因为Shamsah Fakir 的 memoir， 他就一样被禁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可以进步的空间呢。我不觉得有任何社会是会可以说，我们现在进步够了，然后我们就不用再进步了，因为所有社会都应该是不断的在问有哪些空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哪些就算台湾是言论自由，对我来说还是很多问题可以问呢。那而且那是创作者的工作，而不是娱乐，而是试着找到这些空间跟社会能不能有个对话，就问说，这样够了吗？我们要不要再看看，再进步一点点？好。飞别呢？你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我其实这一段就是跟着导演、跟着演员们我们都跑很多 roadshow、很多访谈嘛。其实我在这整个过程中，在导演身上也学到说，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就是我们如何做一个公民，就是公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大会政治啦，然后我觉得说，我也是个人，如果我可以把自己的恐惧都拿掉的话，那我的内心是。我的整个的 psyche 是可以 refresh，当我 refresh 了过后呢，我就可以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可以多听别人的角度，这样子我觉得才会，就是可能我们可以跨种族式的去了解大家个别的痛楚跟大家个别的盲点吧。了解。好，那今天最后呢，还是要请导演来呼吁一下，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一部电影《人生海海》。导演想要跟我们的潜在观众要说些什么呢？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进去，进场支持《人生海海》这个故事，然后可以是爸爸带着小孩，长辈带着孙子，去带着年轻人说，告诉他们说，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故事，那我们让这些记忆可以传承或者可以具象化。那我很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这部电影，谢谢。是，飞变最后还有什么要？我们可以一起去再一次体会历史的 emotion， 然后我们体会了以后，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一起 move on，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到戏院支持这部电影。是，这部电影真的是8岁到80岁，我觉得都可以看。是啊，是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公公可以带着孙子去看，然后说，我们家以前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我们的爸爸曾经经历过这些，现在你比较了解我为什么我脾气这么暴躁，因为我经历过这个焦虑啊。对，是没错。包括我自己在看的时候，都是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感触，所以我相信，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这部电影真的是很难得可以在马来西亚上映了，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去看一部你可以觉得很有共鸣，而且可以引发很多思考的一部电影啊！今天再次谢谢导演还有飞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访问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可以留言，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